美国 AGM-183A 高超声速导弹试射多次失败，这对美国有何影响？中国的高超音速导弹相较于美国具有怎样的优势？此前我们知道，美国为了对付中国的歼20，就加大了2023年的军费预算投入，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加快了美国的采购计划，极大体现了美国对于中国的发展感到了很大的压力。对此，据空军杂志报道，美国空军近期发布2023财年预算需求，其中完全不包括 AGM-183A 空射快速反应武器的预算，显示在2021年连续3度试射失败之下，该计划将可能会继续陷入瓶颈。报道还指出，美国空军负责预算事务的副助理部长佩查少将承认，该军种2023财年并未规划采购任何 AGM-183A 高超声速导弹，预计将所有经费投入研究、发展、测试与评估。此外，相对的，美国空军2023财年的高超声速武器的预算来到5.77亿美元，较2022财年的4.38亿美元大幅提升约30%。不过，除了美国空军的高超声速武器的预算，还负责提供 AGM-183A 高超声速导弹和高超声速攻击巡航导弹的预算，而后者似乎正侵蚀 AGM-183A 高超声速导弹的地位。美军联合参谋部部队结构、资源与评估主任巴克萨尔中将指出， HACM 预计于2027财年前部署，却对 AGM-183A 高超声速导弹的服役时间却是避而不谈。此外，报道还指出，美国空军在去年4月5号首度以 B-52H 轰炸机试射 AGM-183A 高超声速导弹原型，但是因武器释放程序发生问题，导致飞弹并未投出。7月28号则进行 ARRW 的第2次试射，当时飞弹虽成功投出，火箭助推器却发生问题，未能成功点火，最后直接落入大海。在随后的12月15号，美国尝试进行第3度试射 AGM-183A 高超声速导弹，但是结果与第1次相同，发射程序在武器释放前便因未知原因而停止。AGM-183A 高超声速导弹再度卡在了 B-52H 轰炸机上，不能发射出去，因此这就导致美国 AGM-183A 高超声速导弹的研制再次失败。然而，对于 AGM-183A 高超声速导弹试射的多次失败，美国空军原计划于2022财年投入 1.6 亿美元，以制造12枚 AGM-183A 高超声速导弹武器原型。但在多次测试失败后，相关生产计划已被美国国会取消，原定2020年代早期获得初始作战能力的计划也将受到影响。那么，美国 AGM-183A 高超声速导弹项目是怎样？据悉，美国高超音速导弹 AGM-183A 是美国下一代空射火箭助推滑翔体高超音速导弹，将采用全程滑翔技术，全程不出大气层，最快速度能达到20马赫，最大射程达到1600公里。据悉 ，AGM-183A 高超声速导弹是一种空中发射的助推滑翔高超音速武器，距离的威力和速度非常大。这使其能够在最初阶段利用火箭加速，然后以高超音速无动力滑翔至目标。除了速度更快之外，这种导弹还有高机动性，使得对手难以应对。此外，美国 AGM-183A 高超声速导弹配备了战术硬件，旨在通过遥测信号和机载数据记录仪，从飞行的测试弹中收集热、机械和数字数据。按照计划，这种武器将于2022投产，它也将成为美国军方研发并部署的第1种高超音速导弹。如果这一款导弹研制成功，就将为美国提供防区外打击能力。而且此前有分析人士指出，美国将高超声速武器列为赢得未来战争的关键技术之一。其高超声速导弹研发已从技术集成演示验证为目的的预先研究阶段，转入以形成作战能力为目标的型号研制阶段。2022年也将是美国高超声速武器的冲刺之年，首个空军高超声速武器计划年内具备初始作战能力，首个陆军高超声速武器即将开展全系统发射试验，多个在研高超项目即将开展飞行试验，酝酿已久的新项目也将露出真容。但是现实却是，美国在高超声速武器上却遭遇了巨大打击。由于在 AGM-183A 高超声速导弹项目上的多次失败，这也使美国感受到了巨大的打击，想要去放弃这一项目。那么，美国 AGM-183A 高超声速导弹为何会接连失败呢？
我们都知道，美国 AGM-183A 高超声速导弹是一款滑翔体技术的巡航导弹，也是一款助推滑翔导弹。这时，美国空军计划装备到 B-52轰炸机。据悉，原本 AGM-183A 高超声速导弹是一个短平快的项目，但是美国发现自己在高超声速武器方面落后，暂时放下坚持不懈的吸气式冲压技术路线，转而应用相对容易的滑翔体技术路线，研发一个能用的先装备部队。然而，对于美国 AGM-183A 高超声速导弹的失败，有分析人士指出，高超声速武器的成功研制主要是解决其弹道的问题。在20世纪40年代，一位来自中国的教授提出一种新型的弹道导弹的设想，其原理是将弹道导弹和飞行导弹的轨道融合在一起，使之既有弹道导弹的突防性能力，又有飞行式导弹的灵活性，也就是使用所谓的助推滑翔的弹道。这位教授就是大名鼎鼎的钱学森，也被称为钱学森弹道。但是世人可能不知道的是，钱学森弹道被提出70几年后，它仍在作用于中国的军事防御系统中，甚至至今无人能破。曾经的美国、俄罗斯等各国都想借用钱学森弹道的理论来制作超高音速的武器，但是却苦于没有足够的科技实力和水平来解析。如今，即便他们有了其他理论的扶持，有了更先进的技术，却依旧无法解析出钱学森弹道。中国研制的东风17弹道导弹是中国首创的高超音速弹道导弹。这款导弹不仅从外部到内核都由中国自主研发，而且它在世界军事科技中都是数一数二的存在。它完美的运用了跨大气层滑翔技术，能够轻松绕过反导系统，直接使打击对象毫无招架之力。而它的研制正是基于钱学森弹道的原理，这个被搁置已久的理论终于发挥出了它应有的实力，展现出了它强大的威力，也让钱学森的理论终于可以付诸实践。虽然美国通过自己的能力研制出了 AGM-183A 高超声速导弹，但是由于其没有得到这一技术的精髓，这就使其虽然速度快，能够滑翔飞行等特点，但是性能终究无法与中国产的东风17弹道导弹相提并论。其根本原因就是在于弹道上的区别，因此也正是这些原因，这才使得美国在高超声速武器的研制中频繁失败。值得一提的是，美国在 AGM-183A 高超声速导弹失败后，美国空军就启动了高超音速攻击巡航导弹，主要发展目标是更小的吸气式的高超声速武器 HACM， 适用于战斗机，但是没有取得突破性进展。所以，美国原本希望通过成功研制 AGM-183A 高超声速导弹，以此来达到对抗中国的目的。但是由于实力有限，这就使美国一直没有取得突破性进展，因此也极大削减了这一项目的预算。这对于美国此后的高超音速导弹将产生深远的影响。